阿米诺键盘，我的首选。不知道大家对 PS4 有着怎样的回忆啊？我想这份回忆除了心爱的游戏啊，也少不了游戏声都盖不过的风扇海啸和那个比我老妈5年没换的手机还卡的系统界面啊。很多人选择主机而非 PC 来玩游戏，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主机足够专注，能够忘掉软件层面啊，直接享受游戏。所以我一直认为一台优秀的主机光有好玩的游戏是不够的，它还得具备一套舒服的交互系统。而这正是 PS4 没能做好，而 PS5 试图挽回的部分。那 PS5 的系统呢，乍看上去像是 PS4 的换皮，其实交互逻辑有了有趣的变化。传统主页面的权重被大幅降低了，像信息、下载、好友、派对这些功能呢，全都集成到了这个次级的控制中心里，还能主动隐藏不需要的功能。它可以理解为 PS4 里常按 PS 键呼出来的快捷菜单。只不过在 PS5 上玩游戏时啊，正好相反啊，轻按 PS 变成了呼出控制中心，长按才是回到主界面。那不难看出，索尼希望大多玩家都用前者。而且控制中心里面的具体功能，比如热点信息、下载内容、网络状态，也会优先弹窗显示。就算是播放视频，也是悬浮显示，和近年来手机系统流行的各种轻量化弹窗啊是一个意思，就是想方设法的减少其他功能对游戏体验的破坏。而且这支系统的响应速度真的非常快，菜单之间切换移动都如德芙般丝滑，不像 PS4 玩怪猎开个好友列表都要卡上半天。PS5 的流畅会让人很愿意去用它。而 PS5 的控制中心呢，还集成了索尼主打的活动系统。这些卡片的功能主要有2个，一就是提供游戏目标和攻略。那这个目标既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奖杯，也可以是游戏进度、挑战或者收集。如果开发者愿意，甚至可以为这些目标附上文字和视频攻略。比如《恶魔之魂》的第1关博雷塔尼亚，卡片就会告诉玩家可以利用火焰引爆炸药，或者某个角落里藏着一个商人等等啊，甚至还有视频。所以呢，它是辅助性的技巧提示，并不是粗暴的告诉玩家怎么通关。对新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引导措施，比单纯的看攻略要更有意义。可见索尼也希望玩家多玩游戏，而不是云游戏。当然，不想看的还是可以选择关闭的。第2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功能啊，就是结合上面的目标成为游戏的快捷入口。这个快捷入口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存档啊，比如麻布仔大冒险，就可以在不启动游戏的情况下注意不是暂停游戏，是冷启动啊，直接在活动里就看到自己的流程进度和其他关卡，选择继续就会自动打开游戏并跳过菜单直接进入了对应的关卡。而且得益于 PS5 超快的 SSD 进入游戏的过程非常迅猛。冷启动尚且如此，游戏内的加载就是更是快如闪电啊！2K21 进比赛秒读完全不用等。
麻布仔啊，在游戏内可以把活动当成选关界面，随时随地一键换关卡。PS5 版的《恶魔之魂》因为加载太快了，还把过去 PS3 版的角色图片转场改成了几秒的烟雾特效。第一次体验真的会被爽到口吐芬芳啊！值得一提的是，角色图片虽然不用了，但也单独重置了啊，蓝点的这个细节还是很到位的啊。那如果说把交互权重从主页面转移到控制中心是为了防止玩家离开游戏，那活动的目的就是鼓励玩家打开游戏，特别是那些只靠零碎时间玩游戏的上班族啊，活动可以帮助玩家在不开游戏的情况下回忆自己的进度，明确目标，甚至是预估关卡的游戏时间。这些功能呢，各个直击打工人的痛点啊，专治那些好久没玩了，一开主机盯着游戏列表看了半天也不知道从何下手的失忆症玩家。也很适合只有短暂的自由时间娃终于哄睡了，另一半也哄睡了，有点时间想玩又不确定可以玩到哪，害怕戛然而止影响体验的玩家配合上变态的读取速度随开随玩，一点都不墨迹。不过就是这些功能需要游戏本身做适配，说实话，攻略提示什么的我就不指望第三方了，但快捷入口真心希望可以普及到每个第三方游戏。与外，轻量化的系统方便进入，减少断开的成本；与内，高速 SSD 保证了体验的连贯性。再加上诸如商城的系统级内置和安静的散热方案，这些改良共同组成了 PS5 的无缝游戏体验，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升级。对了， PS5 的商城总算有愿望单了，好家伙，等了7年索尼终于通网了。那具体游戏表现力如何呢？那目前首发的3个第一方游戏里，蜘蛛侠和麻布仔都是跨时代，为了照顾 PS4进化幅度比较有限。真正算得上次世代首秀的，暂时只有恶魔之魂。从这些天的体验来说，游戏给到我的感受就是2个字：太他喵的清晰。这个清晰不只是高分辨率和优秀的抗锯齿带来的，而是场景上的清晰，包括了超高质量的贴图材质、衣服布料、岩石斑纹、武器做旧，一眼就能看到的海量细节。就算开启相机模式，零距离贴脸观察，贴图和建模也依旧保持了很高的水准，和某户人家的铁门简直是天壤之别啊！而且全程都没有出现贴图加载滞后的现象，这种夸张的贴图质量是过去的机械硬盘难以承载的，可见超高速的硬盘远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读盘快10几秒那么鸡肋啊。模型细节当然也提升了很多虽然比不上虚幻5引擎演示中那么夸张的效果，但这水平放在上世代也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品啊！可以预见未来第一方在模型细节上的标准将会进一步挑战过去的认识。而且次世代游戏最让人感叹的是，它的这些细节不光出现在玩家时刻面对的近景，还延伸到了中景甚至是远景，看着前方巨大且无比清晰的城门只要把角色去掉，甚至都可以误以为是原画。过去我在展望次世代时就提到过 SSD 的高速读取和多边形的限制的进一步解放，可以大幅提升游戏世界的层次感。恶魔之魂毕竟是重置场景布局都是按照过去的规格设计的，尚且都能如此，真正从头开始为 PS5 打造的游戏又会如何呢？期待此外，在体验过恶魂重置版之后，不得不说棋盘渲染真香。过去 PS4 Pro 推出时，棋盘渲染其实并不受玩家待见的。一来大家本来就没有普及 4K 显示设备，二来 PS4 时代的棋盘渲染换来的却是不稳定的30帧，很多人宁愿降低分辨率也会选择高帧数。但 PS5 就不一样了，恶魂性能模式下动态 4K， 画质模式稳定真 4K， 但就算用大电视玩也很难察觉动态 4K 和真 4K 的差距。那显示器就更不用说了，但帧数却是一个60一个30，高下立判。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次世代游戏大家还真得眼见为实不要过分的注重纸面上的参数，玩家看的终究还是画面和帧数的综合，管你真 4K 还是假 4K， 只要看得舒服就是好 4K。 至于光追在此就比较尴尬了，蜘蛛侠开光追从60帧变成了30帧，
鬼泣5开光追要从 4K 变成 1080P 都要做选择题，我个人呢一般是选择不开啊，所以也就不做评价了。等以后有了更好的应用光追的游戏出来之后，我们再来详细聊。关于 PS5 的向下兼容，运行游戏基本没有问题，游戏库呢也可以标明了是 PS4 和 PS5 的游戏，但是游戏本身有没有提升啊，主要得看游戏的适配。比如怪物猎人在 PS5 上运行时，就可以在分辨率模式下跑到60帧啊，顺畅都有点不适应了。但也有血缘这种破罐子破摔、万年坚守30帧的钉子户。而且就算是安装在 PS5 的内置 SSD 上，加载速度的提升也是非常有限的。总之就是不会比 PS4 版差，但也不一定要更好。比起隔壁呢，又是自动 HDR 又是加载优化，用心做兼容的 Xbox 来说啊，确实是个弟弟啊。加上主机发售的初期，系统的细节一般都不是很完善的。今年又正好赶上了全球疫情，最终就导致 PS5 目前小问题特别多。我买回来的2个星期，就遇到了2次游戏死活打不开的情况，需要重启主机。那刚拿回来时，宇宙机器人更新补丁，还硬是把游戏给更新坏了啊，只能删了重下。还有一次从待机状态恢复后，手柄震动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此外 PS5 目前没有文件夹功能，游戏一多就很难受。而且目前管理云存档必须要到设置界面或者到 PSN Plus 里面统一管理，不能像 PS4 针对每单个游戏直接操作实属开倒车啊。还有一个我最想吐槽的问题随着前阵子 Switch 的系统更新， PS5 是现在御三家里唯一一个不支持把截图和视频直接导进手机的平台。这都快2021年了，想要分享游戏内容还得先用 PS5 截图，然后用手机对着屏幕拍照，这蛋疼的体验都不好意思说的是次时代了。那关键索尼你还是一个有在自己做手机的公司啊，这点功能居然都做不到，真的太不应该了。不过呢，同时又让我很满意的是 PS5 自带的内录功能非常强大类似于 PC 上的显卡内录。现在可以直接录制 4K 60 HDR 的视频，录下来的视频呢很流畅，直接就是原生画质。这对我们这些游戏UP主来说呢是非常的方便的因为尽管有很多不错的采集卡，但至今能真正完美录制 4K 60的并不多。原光的 4K 卡很不稳定经常卡帧黑屏Elgato 的 4K 卡又偏色严重。过去录制游戏机的 4K 60的画面一直是我们的烦恼这下 PS5 可以分摊很大一部分工作了，并且也支持最高长达60分钟的回溯录制，不用担心漏掉精彩的画面了。而主动录制的时间呢则无限长，唯一限制的只有硬盘空间，又回到了男生最头痛的问题了。那好在它的压缩率很高，1分钟 4K 60的视频只占用了 366M 的空间，我们录制足以做视频的内容也就80G 左右，而视频的码率也高达50Mbit， 足够清晰。不过内录的体验还是称不上完美首先是自动的高光录制和回溯录制都只支持 1080P， 手动录制虽然 4K， 但现在只能 WebM 格式，不支持 MP4。WebM 格式呢要放到剪辑软件里，还要经过转码，多一道工序不说，还可能会降低画质。并且在主动录制时，屏幕上方有个硕大的时间标签，虽然录下来的视频里面没有，但挺影响游戏体验的。那希望未来可以开放回溯 4K， 开放 MP4， 缩小录制的标签这些从硬件上来说应该都是可以的那就真的可以掰掉采集卡了。不行，还要录 Switch。总之 PS5 是一台很强大的主机，它也确实承认并且有针对性的修改了 PS4 的诸多缺点。但就目前这个时间点来说，无论第三方对活动系统的适配情况，还是 PS5 自身止不住的小毛病，它离索尼预想的目标至少还有好几个系统版本。但是好在这些都是软件层面的事情，我相信都会解决的。如果说 4K 高帧率都是 PC 玩剩下的，那么 PS5 的手柄 DualSense 就真的是独一无二，仅此一家。那它有多厉害呢？不夸张的说前面 PS5 的所有优点合在一起，也不及这个手柄给我的冲击力大。说这个手柄才是次世代的本体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首先从看得见的外部来说啊 ，PS5 的手柄相比 PS4 突出一个大字，更大的肩键、更大的扳机、更大的触摸板、更大的手柄三维。那握把背面用细小的标志性元素进行了防滑处理，一上手就感觉到防滑和排汗比 PS4 好了不少。那手柄的人体工程学呢也改良了，习惯用食指同时控制扳机和肩键的玩家会明显感觉到 DualSense 的握实感充实了不少。因为握把在中指摆放的部位做了增厚处理，填补了 PS4 手柄相同位置手指和握把间的空隙。L1、L2 两个肩键从过去的水平横置改成了贴合手指的倾斜设计。这套组合拳呢，让 PS5 的手柄拿在手里满满当当的，非常实在。DualSense 的4个功能按键在保持过去手感的同时，不光提升了按键的回弹速度，还进一步降低了按键的声音。无论是自己玩呢，还是和朋友语音联机，噪音都更少了。那这个改动呢，很人性化是 Xbox 值得学习的。那你家那位动静太大了。摇杆的组件呢似乎没有换但用起来呢会有微妙的不同。通过我极其不严谨的斥5块钱巨资从超市买来的钢尺测量，发现 PS5 手柄的摇杆的高度从 PS4 的8毫米提升到了大概的9毫米。那别觉得这么点差距没什么，因为比较 Xbox 的摇杆高度也就1厘米，但用过了就知道手感区别很明显。其实 PS4 的摇杆是相对偏低的，为了防止玩家用触摸板的时候呢发生误触，那这次 PS5 手柄整体三维增加了，空间更大了，摇杆的高度自然就有所回弹。那摇杆的杆子呢并不是直接和手柄外壳接触的，看网上的拆解视频也能发现里面确实镶嵌了一个额外的圆环，比 PS4 手柄的外壳更加光滑，转摇杆的时候就更顺畅了。还有个有趣的细节 ，PS5 同时接入多个手柄的时候，手柄的光条会通过光点的数量来区分1P、2P，这个可比 PS4 上单纯用颜色来区分直观多了。总之，我觉得就算不提功能上的变革 ，DualSense 外观的改良也是很有料的下了很多心思，而不是一句用简单的科幻感就能总结的。而且这个手柄真正的灵魂还在它的内部。触觉反馈和自适应扳机是 PS5 公布以来索尼一直在强调的新特性。为此 PS5 还专门内置了一个免费的宇宙机器人无线控制器使用指南，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很拉垮的游戏这才是真正的次世代首发之王，甚至比恶魔之魂还要更牛逼。那买了 PS5 一定要先玩这个这个游戏对 DualSense 的功能的使用是最前面最深入的。那触觉反馈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Switch 的 HD 震动，这既是对的，但又不全对。从震动的源头来说 ，PS5 和 Switch 一样，从转子马达变成了线性马达。那转子马达是通过旋转偏心轮来带动手柄的震动的，所以有2个明显的缺点：响应慢，震感单一。比如 PS4 版的马布仔大冒险中角色起跳落地的时候，手柄会有一个微小的震动来反馈这个行为。但在 PS5 中，角色落地的瞬间 DualSense 可以迅速的模拟出2个连续而且非常清晰的细小震动，来表现双脚分别落地的感觉，这就是转子马达所做不到的。那为什么说 PS5 的触觉反馈和 HD 震动不同呢？因为 HD 震动它主要解决的是响应速度的问题。震感方面，NS 的解决方案是提供几个不同的震动模式，然后让开发者结合震动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组合出远超转子马达的那个效果。但 PS5 的 DualSense 是更本质的连震动波形都可以编辑。那反映到具体游戏里，在宇宙机器人中，玩家走路的时候可以通过触觉反馈区分不同的地面材质，草地划过脚跟的摩擦，路过泥地的粘滞，主角尖尖的小脚踩在金属片上的撞击特别是广场上那块大玻璃走在上面真的有一种玻璃特有的弹性。然而同样是 Q 弹，走在海边充气垫子上就是另一种低沉的，仿佛力道被垫子卸去的 Q 弹。那踩在弹床伞时又变得劲道十足，仿佛手柄里面真的有个小人要弹起来一样。那这种改变有多么细腻真的要实际上手才能感受到此外 PS5 手柄现在可以清晰的同时模拟2种震感了，
比如可以一边感受弓箭拉到最大时的微颤，一边继续感受踩在不同材质上的质感，两者互不影响，拓展了交互时震动的复杂程度，这是过去只有单一震感的转子马达所办不到的。而且更棒的是 DualSense 可以模拟震源的方向，当玩家控制小人绕着风扇旋转时，会明显感觉到震源也在随之改变。那这个细节被恶魔之魂运用得非常出色啊！当宫崎英高恶意的滚石从高处落下时，真的可以感受到石头和自己擦肩而过的全过程。还有拉多维亚上城这张地图的中央高塔里有一个巨大的心脏，只要玩家靠近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手柄感受到来自高塔方位的心脏震动。距离越近，震感越强，整个过程非常细腻。那一边在黑夜里探索，一边感受到手柄一侧传来的微微的、非常拟真的心脏跳动，这恰到好处的诡异体验，配合上 3D 音效，堪称一绝。那事实上，官方虽然叫触觉反馈但其实手柄上的那个小喇叭也很关键。那虽然这个东西呢 PS4 就有了，但大多都是被用来模拟手机或者对讲机的通话，定位更像是一个工具。但在 PS5 上，我愿意称它为主角声道，专门负责玩家所扮演的角色感受到的交互音效。踩过玻璃的清脆声响，拉动弹簧的嘎吱作响，下雨天周围稀稀落落的雨滴，又或者电梯下面隐约传来的齿轮声，这些以往都是作为游戏本体音效的一部分现在都会透过手柄配合上改善后的音质，成为了 PS5 游戏的绝配。如果说触觉反馈是一个不亲自上手就无法理解的东西，那么自适应扳机的牛逼之处就要直观多了。那过去的扳机高级点的也就像 Xbox 那样，在扳机部位加一个震动单元，让玩家抠得更爽。但 PS5 的 DualSense 则是在扳机后面装了一个电机，这意味着2个飞跃性的改变了。第一，扳机不再是只能被动的受力了，它可以主动的发力和玩家产生对抗。宇宙机器人里呢就有一把加特林，玩家抠下扳机呢就可以清晰感受到每发射一颗子弹，扳机都会主动回馈一个弹力，从而模拟出目前为止最爽快的加特林手感。我一个不怎么爱玩射击游戏的人，自从摸过这个手柄都很想玩射击游戏了。那主动发力的另一个应用就是制造阈值，在这个用左右扳机模拟徒手攀岩的场景里，玩家会遇到一种易碎的落手点，扳机会在渐层中产生段落感，类似于机械键盘黑轴的那种段落感。玩家要轻轻的不按下那个段落，否则太用力了就会把落手点给捏碎，好像真的捏碎了泥块一样。那这个段落感呢，同样也能用来模拟拉杆开关或者锁人手枪狙击枪抠扳机的质感。自适应扳机的第二个变革就是线性的阻尼调节，比如拉弓的时候呢，就能感受到扳机的阻尼是动态的，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变化过程，越拉越紧。而在 2K21 里，按住扳机角色会加速，但如果角色的体力降低了，那这个扳机就会非常的重，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按得下去，进而就模拟出了角色很累，手脚很沉重的感觉，不仅更加有代入感了，也能让玩家不用看体力条，很直观的就明白了角色体力要耗光了。不开玩笑的说，我们全公司的人每个人第一次上手都惊了甚至可以说有点被感动到了。原来游戏还可以这样能够亲自见证并把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握在手里，那一刻我真的由衷的觉得作为一个玩家真的好幸福。那上一个能让我如此感叹的瞬间还是2017年的 NS 的伟大呢，还是在于整合优化过去的游戏体验。但 DualSense 的触觉反馈和自适应扳机就是实打实的在技术层面打破了行业停滞已久的前进步伐。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宇宙机器人这个免费游戏才是目前 PS5 上真正的次世代之王。因为无论是蜘蛛侠、马布仔还是恶魂，他们都还是基于过去的理念探索 PS5 的新特性，唯独宇宙机器人是从头到脚完完整整的运用了次世代的所有变革。游戏的每个细节、每个设定、每个彩蛋，甚至玩家跨出的每一步，都饱含了索尼对未来的展望和对过去的缅怀。未来呢，我们可能还会专门为这个控制器指南专门做一期视频。所以呢，虽然很多人觉得 PS5 这个时代好像过渡的很平淡但我反而不这么觉得。主机的世代交替平均6-7年才会发生一次，如此宝贵的机会，它所肩负的使命
可不只是性能升级那么简单的参数变化，还有未来数年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和制作标准的重新规划。没错，要用好 PS5 超快的 SSD， 需要开发者花大量的心血。那适配活动会带来很多的额外的工作。触觉反馈的和自适应扳机呢，则意味着团队要以远超过去的标准去考量游戏里的每个互动、每个战斗。这些适配呢，我相信都会很麻烦。但是难道因为麻烦，因为第三方不会跟进，我们就不去改变吗？那过去 3D 游戏刚出现时，很多人都觉得3D 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还不如做精美的2D 来得划算。但如今成熟的 3D 反而能够反向做出看似 2D 但远比 2D 要精致的画面。有麻烦就有需求，有需求就会有进步。新的技术往往就这样诞生的。就像索尼为了推广触觉反馈，正在研发如何通过深度神经网络计算，根据游戏音效自动生成对应的震动波形，以此来减少普通开发者适配的难度。而这项技术的应用又会反向来倒逼音效标准的提高，如此反复推动整个行业的标准进步。PS5 虽然不是性能最强的主机，但它对行业的推动和鞭笞却是最多最全面的。至少对我来说，相比于再来一个 8K 120帧的神海5，能在 PS5 上玩到宇宙机器人，是2020年最让我欣慰的一件事情。专门玩游戏的游戏机本来就不应该去跟 PC 比性能，新世代的游戏机要做到的是制定新的开发标准、新的品质标杆，并把开发的过程和工具变成新的基础设施，这才是游戏主机的使命。GameCube 永在，我是聂俊，下期再见。